第146章阿罗德斯的问题。随着克莱恩最后一笔落下，3号桌球室内光线陡然暗淡了一点，小巧的补妆镜表面水波般的纹路一圈圈荡开，最终变得幽深暗淡。紧接着，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单词凸显了出来。提出你们的问题，这样的场景充满了灵异恐怖感。就算对面是一个怨魂，一具活尸，此时也仿佛受到了震慑，短暂竟不敢开口。唯有克莱恩始终噙着微笑，像是已经习惯这一切。他事前已叮嘱过魔镜阿罗德斯，让他不要提太困难太隐私的问题，让他不要表现得像是一个仆人，如果不是更了解情况的沙伦和马里奇提问，更能把握住重点。克莱恩肯定更愿意自己私下搞定，不暴露有这么一个帮手的事实。几秒的静默之后，马里奇上前2步，来到球桌前，张开了嘴巴。就在这时，沙伦轻柔却不含感情的声音突然响起。我来问。不等马里奇回应，他似飘似浮的站了起来，望向那面化妆镜道：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是鲁恩军方针对玫瑰学派的陷阱，对吗？化妆镜上原本的血红文字豁然融化，往下滑落，拖出了污迹，唯有一个单词勉强残留，蠕动变形为对，果然是鲁恩军方针对玫瑰学派的陷阱。这就可以初步排除玫瑰学派针对沙伦小姐或马里奇有阴谋的情况，毕竟这需要承担的风险超过一个序列5加一个序列6的价值太多太多。哪怕玫瑰学派那群人再怎么不克制报复的欲望，也没有疯到这种程度。除非他们原本就想对付鲁恩军方，顺便把叛徒牵扯进来。可如果是这样，最好的开战地点应该是南大陆或海上，而非贝克兰德附近。没谁知道这里究竟藏了多少可怕的家伙。心思浮沉间，克莱恩看见镜子表面重归幽邃，浮现出新的血色文字。根据对等原则，轮到我发问了。如果你回答错误或者撒谎，你将遭受惩罚，还算听话，没有提行为艺术方面的要求。眺望着球桌的克莱恩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此时，先前的句子缓慢消失，出现了新的单词。你。这个鲜血淋淋的单词凝固了足足3秒钟，才有了后续。回答被缚之神和欲望母数的关系，不知为什么，克莱恩觉得后面这一段话血色比刚才似乎暗淡了不少。好在问题属于不算出格，而他又想知道的那种。戴着黑色软帽的沙伦望着那面化妆镜，没有表情变化的说道：第5季开始，随着死神的陨落，艾格斯家族逐渐丧失了对星形高原帕斯河谷的掌控，那些地方有了属于自身的非凡组织玫瑰学派。最初没有欲望母数，只有被缚之神。玫瑰学派崇尚节制，建立起了一套宗教性的仪式系统，包括法律，正式成员都过着清苦低欲的生活，以应对获得力量的后遗症。忽然有一天，神谕里多了放纵等词语，不少人慢慢改变，恢复了古老而血腥的原始祭祀传统。到了后来，学派部分高层开始隐秘的宣称被缚之神是欲望母数的化身，听起来像是被缚之神被欲望母数一点点浸染或者替代了。如果这位曾经是序列0，那欲望母数真的非常可怕，难怪被其他所有神灵敌视。不过被缚之神也未必是序列0，有不小可能是完全活化的唯一性，或者有2份序列1的天使之王，甚至更弱一点，目前缺乏足够的情报来证实。克莱恩微皱眉头，思索起欲望母数的事情。这个时候，沙伦以转而问道：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存在哪些问题？补妆镜表面血红的单词蠕动变化，衍生成了完整的句子。它充满诅咒，是诅咒的化身，存在自行变为活尸的可能。这具木乃伊是由诅咒构成，不愧是高序列强者遗留下来的尸体。这该怎么解决？克莱恩侧头看向沙伦小姐或马里奇，发现他们的表情都足够平静，没有一点诧异，似乎早已知道，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解决的办法。当然，沙伦无论什么时候都几乎没有表情，都一样平静。魔镜阿罗德斯回答完毕，根据对等原则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你努力提升位阶是为了什么？这一次他同样先是用一个鲜血淋淋的单词开头，于凝固几秒后接续一段不那么鲜艳的话语。这是否代表阿罗德斯在犹豫，在挣扎，在自我对抗？他一方面难以克制本性的想要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考虑到我的吩咐，不得不按捺住自己。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暗笑了一声。长裙繁复而精致的沙伦立在那里，
静默了一阵，才轻启嘴唇道：“最初是不想被人欺负，现在是拥有保护自己和同伴的能力，以及复仇，以及将节制的理念传扬出去。如果大家都能够节制欲望，就不会有战争，不会有杀戮，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克莱恩听得略感诧异，因为在他的印象里，莎伦小姐是很少这么说话的。这不是说对方不会讲一大段的话语，而是就算他长篇大论，也是极为克制的，不做过多描述的，就像刚才回答第一个问题时，仅简单的还原事情的经过，看似说了很多，但没有一句多余的主观的话语。而现在他后面补的那句，相对他的风格来说，明显较为啰嗦。这是他心里反复想着，压抑了很久没有表达的观点。克莱恩脑海内豁然浮现出南大陆充满纷争的混乱现实，那里有着大量被奴役的土著，有着因饥饿疾病一批批死去的底层，有着不断发生的战争和不断出现的活人祭祀。如果我出生在南大陆，且能活到现在，肯定也会希望世界和平，民众安乐。说起来，莎伦小姐或马里奇的长相都不是典型的南大陆人种。听说古代高地王国帕斯王国的部分上层人物其实是北大陆人，这倒也是，死神陨落前，南北大陆是能顺利通航的。还有，莎伦刚才提及复仇时，那个单词说得很没有分量，似乎已不抱希望，或是没那么强烈的渴望了。克莱恩默然感叹，旁听着莎伦提出一个又一个细节，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将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相关的情况弄清楚后，莎伦再次问道：“除了麦哈姆斯，这个陷阱会出现的高序列强者有哪些？”梳妆镜表面，水波一阵浮动，最后凝固成灿烂的光，覆盖了一切的光，其余什么都看不到。以阿罗德斯的能力，应该是涉及天使或灵级封印物了，所以没法给出准确的答案。克莱恩收回目光，对莎伦小姐或马里奇笑道：“看来和我预料的差不多。”鲁恩军方留出了不少余量。莎伦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依旧望着梳妆镜，等待那位隐秘存在给出他的问题。血色单词蠕动，不再像之前那样断续，一口气就呈现了出来。你对你的老师有什么看法？老师？莎伦小姐还有老师啊？也是，作为节制派，能在早就变质的玫瑰学派内不受影响，坚持道路，肯定有谁在提供庇护。这也就是他和马里奇能逃离的原因之一。克莱恩有所恍然的期待起莎伦的答案。莎伦抿了下嘴巴道：“我很崇拜他。”用的是他。克莱恩惊得差点保持不住微笑。包括正神教会在内的各大非凡组织里，地上天使都是非常稀少的，甚至只有那么一两个。他刚才还以为莎伦小姐的老师是序列4、序列3的圣者，最强如同海王亚恩考特曼，谁知道对方用的是他这个尊称。在鲁恩语，在古福萨克语，乃至巨人语、精灵语里，这都是和他有显著区别的单词。震惊之后，克莱恩忽然有点喟叹，莎伦小姐现在的状况很大程度上表明，她的老师估计已经不在了。她和马里奇的逃离，估计就是这位节制派首领在玫瑰学派内最后的抗争。而对欲望母数来说，要么浸染，要么抹去，制成封印物，不会再有别的选择。梳妆镜表面又一次变得幽邃，鲜红的单词全部消失。过了好一会儿，上面才有新的文字浮现。继续，我已经没有问题了，感谢您的帮助。莎伦语速缓慢地提了下裙摆，行了一礼。随着他的话语落下，那面梳妆镜豁然恢复了正常，桌球室内的光线也不再暗淡。莎伦转而望向克莱恩，嗓音没有异常地说道：“这件事情就此放弃，很显然。”他也明白那隐秘存在最后回答时呈现的那团光究竟意味着什么。克莱恩反倒摇了下头，微微笑道：“不用急着做决定，我再问你几件事情，或许还有机会，不需要冒太大危险的机会，至少我的占卜结果说明有这种可能。”他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什么事情？”马里奇有些控制不住的抢先问道。第147章双重目的。听到马里奇的话语，克莱恩一边拿起描绘有召唤阿罗德斯咒文的纸张，随手抖了一下，一边收敛住笑意，相当正经的说道：“告诉我，古代高地王国制作法老木乃伊的详细流程。”他说话的同时，那纸张已是啪的作响，染上了赤红的火焰，化作点点飞灰飘落。马里奇看了沙伦一眼，思索着回答道：“第一步，放置3到5天，利用一定的辅助手段，让非凡特性自然析出，不与法老躯体任何部位结合，
形成封印物。第二步，举行洁净仪式，将尸体放入祭坛，向被附之神祈祷，希望亡者的灵能长留一半于体内，这既不影响神之子回归，又可以让制成的木乃伊长期保持灵性。第三步，依靠非凡能力与现实技术，将尸体的大脑、内脏和体液取出，只保留心脏，做全面的脱水处理。第五步，重新填色之前的香料和药物，做尸体表面的一些仪式化布置，然后缠上亚麻绷带，放入棺柩。第六步，取出的内脏经过类似第四步的处理，作为仪式的材料，分别摆放于棺柩的4个角落，大脑和体液同样如此，前者捣成浆液，与后者混合，于棺柩内部预留的通道循环流动，模仿亡者生前的状态，这能从灵界吸取从周围聚集灵性，让法老木乃伊即使安葬了上千年，也是极富灵性的材料，能制作相当强大的火尸。听起来和提升那方面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啊，也不知道药师要怎么化腐朽为神奇。和地球的埃及木乃伊制作过程相似又有不同，神秘学的意味更加浓厚。克莱恩专注听完，飞快分析起这里面是否有可成为计划一部分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都是极有研究价值的事物，不到没有办法，没谁愿意破坏。克莱恩沉思一阵，转而看向重新坐于高脚凳上的沙伦，表情严肃地问道：你的镜面闪现有效距离最远是多少？沙伦端正坐着，没有间隔地回答道：300米，这有够远啊，比我的火焰跳跃厉害多了。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怨魂的主要特点就是来去无踪，而火焰跳跃只是表演魔术的一个手段。这不错，可以利用。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感慨了2句。虽然他曾经有过一个怨魂密偶，但并不清楚镜面闪现的极限，因为哪怕不到极限，也会脱离他的操控范围，而一旦脱离，密偶就是死物，闪现就会半途失败。克莱恩又问了2-3件事情，心里逐渐有了方案，分别看了沙伦和马里奇一眼，语气沉稳地说道：我们依旧存在拿走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的机会，这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但不会大。前提条件是你们得听我的安排，让我来主导这次的行动。当然，只要你们认为不合适，随时可以中断选择返回，这是你们的自由，记得支付我报酬就行。换做以前，马里奇肯定想都不想就拒绝。他和沙伦在中序列非凡者里都称得上经验丰富，实力不错，怎么可能听一个曾经寻求过2人保护的新进者安排？可上次合作时，夏洛克·莫里亚蒂展现出来的智慧、应变和拥有的奇异物品，让马里奇印象深刻，不自觉就将对方放在了同等的位置。等到格尔曼斯帕罗的新闻不断传至贝克兰德，他惊愕之余，更加认为这应该算是高序列以下的最强者之一了。在神秘学，在非凡战斗领域，这就属于权威。既然是权威，那就应该服从。他还会传送。马里奇回想起夏洛克·莫里亚蒂刚才的出场，莫名觉得对方有着强大的自信心，或许真的能找到成功的机会。他侧过头，与沙伦对视了一眼，2人同时点了下头。好，沙伦给出了回应，蔚蓝的眼眸里看不到丝毫的犹豫。克莱恩顿时露出了笑容，具体怎么做，结合现场再告诉你们。他刚才刻意以旅行的方式出场，为获得情报提供隐秘存在，除了便于说明问题和更准确的了解情况等因素，还有树立形象、拔高层次、掌握主导权的用意。作为密偶大师，哪怕暂时没有密偶，也要操纵他人，完成既定的表演。对克莱恩来说，这次行动一方面是帮沙伦和马里奇的忙，另外一方面则希望能借助盛大的场景和自身主导的木偶戏，更进一步、更加快速的消化魔药。不得不说，阿蒙出现于贝克兰德带来的压迫体验和最近接触观众较多的情况，让正好没有密偶的克莱恩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之前总结出来的一条密偶大师守则：以自身密偶为引导，操纵敌人，在现实上演木偶戏。他现在的想法是，哪怕没有密偶，也能通过气势、语言、情景的设计或一定的配合，操纵目标对象，在现实上演木偶戏。密偶大师操纵的绝不仅仅是灵体之线，而刚才就是克莱恩小小的尝试。就像阿蒙，只是简单的一个亮相，就似乎在主导着很多事情，让我和帕列斯·索罗亚斯德好像在等待他的指挥棒。克莱恩无声感叹中，听见沙伦或马里奇同时回应道：好。
夜晚的普利兹港有一根根黑色金属制成的典雅煤气路灯，它们散发光芒，照亮着各条道路。此时，绝大部分船只已经入港，安静是这里的主旋律。一处仓库的顶层，诸多木条箱围出的地方，三道人影突兀的从虚空里勾勒了出来。正是穿正装戴礼帽的夏洛克·莫里亚蒂，白衬衣配黑马甲的马里奇和黑色软帽宫廷长裙打扮不变的沙伦。借助传送，他们直接从贝克兰德抵达了这里，与装载图坦西斯20木乃伊的那艘船预定靠岸的港口有不小的距离。克莱恩右手一撑，脚底于木柱上一踩，轻巧跃上了横木，如同行走在平地一样，快步抵达了墙壁位置。这里有一个不小的通风口，他随即拿出沙伦小姐提供的望远镜，眺望起情报里描述的那个码头。那里的各个建筑顶部已经被一个个背着蒸汽背包、手端粗管步枪的士兵占据，他们来回巡视，戒备着四周，随时准备向任何敢于靠近的无允许者射击，只做一次警告。除了这些，码头周围还停着好几辆夸张的机器怪物，它们通体由金属制成，高度超过了巨人，最上有可以转动的顶部。水冷的机枪和竖直往上的烟囱，下方呈灰白色，不少地方裸露着铆钉、螺帽和齿轮，看起来很是粗犷。另外，这机器的前方有一个很粗的炮管，底部是2排金属轮子，裹着橡皮履带。它们里面明显有人，但克莱恩看不到究竟是谁，无法确认有没有非凡者。这些钢铁怪物附近，码头之上架起了一个10几米高的深黑金属塔，它有着复杂但看起来不够精致的滑轮系统，往下垂落了钢索和吊钩，表面像是层次不低但也不算太高的军方行动。克莱恩收回目光，将望远镜丢给了靠拢过来的马里奇，让他再观察一遍现场情况。在正式行动前，他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尽量不动用非凡能力，依赖非神秘学造物窥视目标，以免引起警觉，毕竟那个码头区域很可能潜伏有半神。当然，克莱恩也调整了蠕动的饥饿内记录的能力，以纸人天使配合龙卷风，而非闪电风暴。等沙伦也了解了现场的情况，避让到侧面木架上的克莱恩露出看似轻松的笑容道：我们今天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机会才尝试，如果没有，宁愿旁观，甚至提前离开。没问题吧？没有，沙伦平静回答道。马里奇则用摇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克莱恩点了下头，看着马里奇道：带了多少面镜子？9面。马里奇一一展示了准备，然后指着自己的眼睛道：他也算好。克莱恩指着一个方向，等下我让你离开，你就往普利兹港外面奔跑，沿途陆续丢下这些镜子。马里奇张了下嘴巴，似乎想问为什么，可很快就大致明白了夏洛克·莫里亚蒂的用意，认真点头道：我会按照你话语做的。克莱恩笑着伸手凝于半空，合作愉快。马里奇迟疑了1秒，同样伸出右手与对方击了下掌。做完这个动作，他内心的紧绷莫名缓解了不少。克莱恩转而望向沙伦小姐，掏出一个铁质卷烟盒，递给对方道：你拿着它，在得到我的暗示后，往灯塔方向飞。接着默数3下，解除上面的灵性之墙。这个过程中以及完成之后，飞行都不能停止，且尽量不规则，不管用任何办法。等到看见我发出的那个特制烟花，立刻用灵界之墙隔离这个卷烟盒，并往马里奇方向镜面闪现，尽最大能力去做。你们会合后一路逃离，不用等我，我会传送过来的。他今晚行动计划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那枚阿兹克铜哨。盗取图坦西斯20木乃伊是很困难，但我可以让他自己跑过来。第148章沉默者。听完夏洛克·莫里亚蒂的安排，沙伦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点了下头，表示认可。克莱恩随即拿出一张灰铁色的金属面具，将它戴在了脸上，只有眼珠和鼻孔裸露于外。同样的，沙伦和马里奇也分别戴上了相似的面具，不过他们做这样遮掩的目的却各有不同。怨魂和活尸是纯粹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模样，免得事后被鲁恩军方锁定，无法再于贝克兰德活动。无面人则是以戴面具这个行为掩饰本身能变化样子的途径特征，误导鲁恩军方和玫瑰学派的后续追查。毕竟按照正常逻辑来讲，既然你的脸都是假的，并非本人，为什么还要多余的戴张面具？又等待了一阵，呜的声音低沉响起，有船只在黑暗里入港。克莱恩回到通风口处，抬起那单筒望远镜，
重新将目光投向了处于戒严状态的那个码头。他随即看见一艘有烟囱、有风帆的混合动力船只由快至慢，一点点停靠稳当。与此同时，两队红衣服白裤子的士兵端着步枪，整齐的跑了过去，分列于道路两侧。没过多久，舷梯垂下，船上开始有人登陆。最初是抬着一个个木箱的水手，接着是一位穿少校制服的年轻男士，他表情凝重的捧着一个水晶制成的匣子，周围簇拥着好几名船员。那些船员都提着马灯，让光芒从各个角度照至匣子，照亮了表面，照出了内里的事物。那是一个没有丝毫血肉残留的人类头骨，并且在灯光下流转着奇异的色泽。这一群人移动的速度相当慢，似乎随时都在注意马灯照射的角度，不留任何空白。等到他们下了船，沿道路走向最近的货运铁轨，走向等待于那里宛若巨蛇的蒸汽列车。后面舱门处又出来了一个身着黑色正装的男士，他抱着一个巨大的铁桶，从斜上方隐约可见里面装着层层叠叠的冰块。有那么1秒钟，克莱恩差点以为这些冰块里面会放一瓶酒，就像上流社会和名贵餐厅里做的那样。不过他很快就看清楚了冰块中插的是什么，那是纯粹由黄金打造而成的一只手。与之前那群人不同，抱着铁桶的男子速度飞快，额头不断有汗水滴落，手掌按压的金属表面蒙上了水雾。他似乎很担心在自己抵达目的地前，冰块就已全部融化。军方这次在星星高原、帕斯河谷、哈加提草原等地方掠夺了不少封印物啊！克莱恩由衷的感叹了一句，耐心等待着图坦西斯2世的关救。又是10几分钟过去，位于远处的他和沙伦、马里奇同时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这就像是有巨人行走在下方空洞的甲板上。紧接着，船舱侧面的大门打开，4个穿黑色全身盔甲的骑士扛着一具金色的棺柩，一步一步走了出来，踩得咚咚之声回荡，吱嘎之音环绕。那棺柩的表面会刻有怪鸟、长蛇、羽毛、面具等图案，显得古拙而神秘，有着浓烈的古代高地王国风格。正是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的睡床，链条转动，金属摩擦的声音随之响起。那深黑的金属钢塔缓慢转动身体，将钢索和吊钩垂了下去，被人缠绕固定于图坦西斯2世棺柩的4角。然后复杂的滑轮系统开始运行，那沉重的棺柩被稳稳地吊了起来，移向码头外侧的一辆无顶棚马车。那4个穿黑色全身盔甲的骑士一下卸去了压力，同时坐到了甲板上，发出粗重的喘气声。呼啦的动静中，突然有位骑士闷哼了一声，他盔甲的缝隙处暗红的血液一股股流出，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到了最后，里面甚至出现了一只只细小的、坚硬的黑色甲虫。哐当，这骑士向后仰倒，摔掉了头盔，露出一个眼窝空洞、血肉挂条的脑袋，数不清的黑色甲虫正在那里钻进钻出。诅咒，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就是诅咒的化身，哪怕穿了有施加祝福的盔甲，似乎也不能完全避免被诅咒的结局。克莱恩无声叹息，将目光移向了那缓慢落至马车上的金色棺柩。码头外侧的那辆马车没有马匹，周围立着与刚才一模一样的4个骑士。随着棺柩的落下，他们靠拢过去，准备拉车。就在这个时候，那辆马车的轮子突然转动，自行维持住平衡，向着侧方开始奔跑。这一刻，他似乎活了过来。克莱恩精神一紧，眺望得更加专注。啪啪啪，轮子高速旋转，不断磕碰着非正常道路上的石头、木块和台阶。没有马匹的马车拖着那具金色棺柩，自己奔驰在了码头空旷之处。这一幕看起来就像是鬼故事里描述的场景。码头附近，一辆有烟囱、炮管、机枪的钢铁怪物转过了方向，一道低沉的声音不受阻碍的从里面穿透了出来。此地禁止附物。这句话刚刚结束，自行狂奔的马车戛然失去了动力，在拖出2条长长的轨迹后，安稳地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半空中凸显出了一道身影，他披着镶嵌金丝的白色长袍，头发淡黄微卷，眼窝明显凹陷，脸庞瘦削见骨。这是位有南北大陆混血儿感的中年男子，他褐色的眼眸里是压抑不住的恶意与癫狂，较为厚实的嘴唇上有一根根布满细密花纹的金色钉子，将整张嘴巴封了起来，给人一种又邪异又可怕的感觉。根据沙伦小姐和马里奇描述的特征和给出的画像，
克莱恩一眼就认出这是玫瑰学派的重要成员，高地反抗军的首领之一麦哈姆斯，绰号沉默者。麦哈姆斯刚一出现，就将目光投向了由法令颁布的那钢铁怪物，完全没在意斜下方马车上安放的图坦西斯20冠柩。他刚才的尝试似乎只是为了确认鲁恩军方半神的位置。说时迟，那时快，麦哈姆斯抬起右手，在嘴边拉了一下，那一根根穿透上下嘴唇的金色钉子同时弹飞了出去，不再封闭口腔。麦哈姆斯随之张开了嘴巴。克莱恩没有听见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到任何光彩，就发现那巨大的蒸汽战车融化般扭曲了起来。只是眨眼的功夫，它就变成了一只羊，一只眼神呆滞、皮毛杂乱的羊。噗的一声，羊肚位置鲜血喷出，一团肉块滚了出来，上面镶嵌着白色的手套和金色的面具。一道光芒忽然从那肉块内部迸发，将所有的混乱和邪意斩破。蠕动的血肉开始重新拼凑成人形，回归为原本的样子，一个黑发金眼戴着面具的男人。这时，沉默者麦哈姆斯往上拖了一下手掌，所有瞄准他即将射击的枪支、炮口全部抬了起来，打在了空处。然后他取出了一个布娃娃，那娃娃似乎由旧不做成，沾有明显的污迹和血点，眼睛不知被谁挖去，留下了2个空洞。他一见到光芒，脸部就开始变化，参照对象正是鲁恩军方那位半神。他眼动对准的戴黄金面具男子。鲁恩军方那位半神见状，当即让右手戴着的指环迸发出水晶般的光芒，整个人陡然消失在原地，闪现至麦哈姆斯的后方。可是那布娃娃的变化并没有停止。与此同时，图坦西斯2世黄金冠柩的侧方，虚空晦暗浮动，勾勒出了一张10几米长的半透明嘴巴。这嘴巴猛地张开，往内吸了口气，制造出恐怖的狂风，连冠柩带马车一起卷起。这一次灵界生物，他要吞掉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的冠柩。豁然之间，刚才射空的子弹和炮弹同时染上了宣赫的光芒，它们汇聚在一起，化为堂皇的光之海洋，淹没了周围的一切。克莱恩的眼睛一阵刺痛，哪怕有及时闭上，也流下了些许眼泪。过了2秒，他重新睁眼，看见刚才只有一张巨嘴的灵界生物已然不见。图坦西斯2世的黄金冠柩依旧安静地摆放于停住的马车上，麦哈姆斯的身影则借助金属表面闪现到了码头另外一个方向。手中的肮脏布娃娃又恢复了原本的模样，戴着面具的金眼男子借助短途传送紧追不放，而2人原本所在的位置，一个穿着黑色晚礼服的女性身影勾勒了出来。她同样戴着金色面具，头顶是一个荆棘编织成的冠冕，这冠冕之上纯净的光辉飞快流淌，不断往内汇聚成海洋。不过此时此刻似乎正处于暗淡期。就在这时，克莱恩看见了一只手，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他藏在阴暗处，向着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所在的冠柩隔空抓了一下，这冠柩瞬间消失，闪现到了那只手掌前方。玫瑰学派来的不是一位半神，而是2位，并且似乎还带上了偷盗者途径的封印物。克莱恩见状，当即侧头对马里奇道：“跑！”马里奇一直等待命令，闻言豁然弹起，冲出了仓库，往着码头外面狂奔而去。克莱恩随即转身对另外一边的沙伦道：“开始！”沙伦同样没有迟疑，拿着那铁质卷烟盒就往灯塔方向飞去。作为一名月魂，沿途的墙壁和阻碍都似乎并不存在。他和马里奇的动静或许已被察觉，但因为远离那个码头，远离战场，无人关注，无人在意。克莱恩迅速收回目光，伸出左掌，让掌心对准了通风口，对准了图坦西斯2世黄金冠柩的位置。不到1秒后，他的面前凝聚出了一本透明模糊的书册，耳畔响起了悠远飘渺的吟唱：“我来到，我看见，我记录书册刷的翻动，定格在了其中一页。龙卷风，这是作用范围极大的半神层次非凡能力。”第149章一出戏剧。藏在阴暗角落的玫瑰学派半神披着戴兜帽的黑色长袍，脸部位置盖着一张金黄为底涂着红黑条纹的面具，整个人看不出胖瘦，但绝对不矮，至少有1.8米。他借助偷盗者途径封印物将图坦西斯2世的冠柩窃取到面前后，身体立刻淡化透明，拉长延伸，似乎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又软的绳索。这透明至近乎虚无的绳索飞快缠绕向了那沉重的黄金冠柩，
要将他带入灵界。就在这时，玫瑰学派半神的耳畔突然响起了剧烈的风声，他们与空气碰撞，竟发出了爆炸般的动静。轰隆！图坦西斯二世的黄金冠柩被直接掀飞，表面环绕的透明绳索一下崩开，缩回了人类的模样。这玫瑰学派的半神先是难以遏制的往斜上方飘了一下，接着就转化为怨魂恶灵的形态，任由狂风吹透身体，不再随之移动。他看见气流一圈圈急转，不受遏制的龙卷风豁然拔地而起，将地上的石头、沙砾、杂物和部分码头建筑的顶部同时卷向了半空，就连之前自行奔跑的马车也因为距离较近飞了起来，在风中断裂瓦解成一块块木头。看似幸运，实则正常的是，玫瑰学派半神原本躲藏在阴暗区域，没有鲁恩士兵，也远离了主干道路。头戴荆棘冠冕、身穿黑色晚礼服的那位女士，受到龙卷风的阻隔，身体不由自主向后摇晃，无法第一时间冲向被抛到了半空的黄金棺材，只能顺势侧过身体，将目光投向了码头区域外很远位置处的一座仓库。紧接着，他又回头望向了那位玫瑰学派的半神，因为对方并不受龙卷风的影响。禁锢，这位同样戴着黄金面具的女士左手一抬，虚握住了敌人在视野里的身影。那玫瑰学派半神灵性直觉极强，随时都能从灵界得到危险预感，抢先半步，一个镜面闪现，跳跃到了7-80米外的一片碎玻璃上。这时，那龙卷风似乎失去了后续的维持之力，飞快平复了下来。啪啪啪，一件又一件被卷起的杂物落到了地面，其中就包括图坦西斯二世那具黄金冠柩。砰！他砸出了一个坑洞，在龙卷风里已接近瓦解的结构彻底崩溃，最上方的棺材盖弹飞了出去，陪葬的黄金和宝石伴随着前2层棺椁大量溅向了四周。然后底层棺柩翻滚了几下，掉落出金盒与玉罐，里面是干瘪的内脏。一具通体缠绕着偏黄褐色亚麻布条的尸体也滚了出来，表面已浸染上暗红带油污的液体。这正是图坦西斯二世死后制成的木乃伊，他极为瘦削，脸上戴着与玫瑰学派那位半神类似的金底彩纹面具，眼窝位置镶嵌着2颗纯净异常的黑色宝石。这木乃伊刚一出现，周围就似乎暗淡了一点，黄金棺柩主体随之停止下来，有薄薄的暗红色液体从里面流出，将坑洼附近的泥土浸泡于内。那位持有偷盗者途径封印物的玫瑰学派半神看到这一幕，先是愤怒，旋即想到了什么，眼神变得惊喜。他的身影陡地从碎玻璃上消失，就要闪现至图坦西斯二世的2颗黑宝石眼珠上，然后附身操纵，以木乃伊为主体进入灵界。突然，他感应中的他恶灵视觉里的那具木乃伊不见了。与此同时，头顶金色王光歪斜的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猛地弹了起来，将镶嵌着黑色宝石的脸部转向了普利兹港的其中一个灯塔。这位已逝去不知有多少个百年的法老喉咙里随即发出不属于人类的可怕声音，缠绕着黄褐色绷带的枯瘦双腿迈开大步狂奔而去。他似乎在投奔自由，可是他忘记了一点，他是一具死尸，他应该安安静静的躺着。噔噔噔，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刚一开始就完成了加速。戴荆棘冠冕的晚礼服女士见状，右掌抬起，对准了这具异变的木乃伊。所有的死者都将安眠，他吐出了几个古赫密斯语单词。砰！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双脚猛地用力，跃了起来，跳到了另一个方向，以不符合死士的灵敏脱离了王者终将安眠的地狱。较远处追逐沉默者麦哈姆斯的黑发金眼男士，眸光一缩，手上指环再次迸发出水晶般的光芒。他的身影随即传送到了木乃伊的前方，试图阻止这王者远去。可是图坦西斯二世又一次变相，从另一个角度冲了过去。他不断的变化着前进的方向，似乎在以靠近灯塔为目的，做无规则的运动。沉默者麦哈姆斯心中一动，身影豁地消失，闪现到了木乃伊不远处的一块碎玻璃上。他以此为跳板，终于成功让身影凸显于图坦西斯二世眼窝处的2颗黑色宝石上。虽然之前那位鲁恩军方半神已禁止附物，但高地王国的法老木乃伊并不是单纯的物品，它有些许灵的残留。见同伴成功，掌握着偷盗者途径封印物的玫瑰学派半神毫不犹豫伸出了戴黑色手套的左掌，对准那位晚礼服女士，虚握成拳，转了半圈。那位女士顿时恍惚了1秒，
随即被自己的晚礼服紧紧束缚在了那里。而几乎是同时，较远处仓库屋顶上的鲁恩士兵们难以控制住枪支，纷纷瞄准过来，扣动了扳机。砰砰砰，那一辆辆有粗大炮管的钢铁怪物也向晚礼服女士轰出了炮弹。惊眼的那位鲁恩军方半神没有试图救援同伴，反倒望向了因被麦哈姆斯附体而停止行动的图坦西斯20木乃伊，右手握成拳头，猛地下挥。处决！他的眼中有着一闪而过的喜悦，因为木乃伊再死一次也无所谓，但麦哈姆斯不行。另外一边，那些子弹和炮弹眼见就要命中晚礼服女士，却突然迟缓了下来，就像陷入了空气组成的沼泽，受到了源于律令的排斥。那位晚礼服女士的头顶荆棘冠冕豁然发亮，将先前积蓄的光之海洋挥霍了大半。披戴兜帽长袍的玫瑰学派半神旋即发现自己与对方不算近的距离一下消失了，从根本上被抹掉了。也就是说，他来到了晚礼服女士的身前，看见对方扬起了右手，那右手之中纯粹的光芒凝聚，化成了一柄撕裂的长枪。长枪的前部，两只洁白的羽翼舒展开来，天使般簇拥起尖端。玫瑰学派的半神眼眸突地放大，听见了死亡的脚步声，他试图用镜面闪现跃开，却发现周围已被那羽毛根根洁白的翅膀封锁。强烈的恐惧奔涌而出，冲击起他的理智，要让他放弃对根源和力量的抗拒。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凄厉哭喊突兀响起，晚礼服女士的瞳孔竟短暂涣散，她右手握着的炽烈长枪偏移了出去，无法再维持稳定，瓦解成了一片片灿烂的光芒，风暴般往半空卷起。而图坦西斯20木乃伊的附近，沉默者麦哈姆斯已被弹了出来，身边掉落了一个肮脏的布娃娃，这布娃娃的胸前则多了一道几乎贯穿的裂痕。他站了起来，没有眼睛的脸部像是有了生命力一样变得异常扭曲和狰狞，嘴里不断发出凄厉的哭声，让不远处的鲁恩王国金眼半神仿佛被无形之手捏住了脖子，在半空竭力挣扎，踢甩着双腿。正是这布娃娃的存在，麦哈姆斯才没有被处决，另外那位玫瑰学派半神才没有被炽烈长枪命中。后者见状，立刻做了一个镜面闪现，靠近了依然专注望着灯塔方向的图坦西斯20木乃伊，准备抓住机会与麦哈姆斯联手，达成这次行动的目的。这时，那晚礼服女士又一次抹掉了距离，直接出现于这片区域的上方，头顶的荆棘冠冕散发出最为纯净的光芒。他右手往下一按道：此地神秘减弱，现实增强。他话音刚落，那有着血污的肮脏布娃娃顿时失去了表情，不再凄厉哭喊。惊眼的鲁恩军方半神终于得喘息，强行拉开了捏住自己喉咙的诅咒之手。从这一刻开始，他们这些半神的力量将较为迅速的减弱，而源于现实的攻击会飞快提升。也就是说，周围仓库顶部的鲁恩士兵和依靠履带缓慢靠近的蒸汽战车将是本次战斗的胜负手。对鲁恩军方来说，这其实将自身的优势放大到了极致。麦哈姆斯和另一位玫瑰学派半神立刻有了反应，一个想要附身木乃伊，一个试图捡起没有眼睛的布娃娃，然后在力量减弱到一定程度前逃离这里。当然，晚礼服女士和金眼半神不可能任由敌人做想做的事情，可就在他们即将出手时，远处一道流光腾空，炸裂成梦幻的彩色烟花。紧接着，这两位半神的灵感同时触动，扭头望向了相反的地方。一只戴着透明手套的手从图坦西斯2世黄金棺柩附近的虚空里伸了出来，抓住了一团浸泡满暗红液体的泥土。那些液体是图坦西斯2世脑浆与体液混合的事物，是保持灵性的仪式材料，而后者包括血浆。麦哈姆斯和持有偷盗者途径封印物的玫瑰学派半神也望向了那边，恰好看见一道穿正装戴礼帽的身影勾勒了出来，这身影正弯腰拾取那团浸泡满暗红液体的泥土。这个过程中，他右手始终按着左边胸口，仿佛在对几位半神行礼，然后保持着姿态，抬头露出一张戴着灰铁色面具的脸孔，并迅速淡化透明，消失不见。第150章核心的轨迹。拿着那个铁质卷烟盒，穿墙离开原本藏身的仓库后，沙伦严格按照夏洛克·莫里亚蒂的安排，以怨魂的形态向着普利兹港最高的那座灯塔飞去。紧接着，他在心里默数起了时间：3秒、2秒、1秒。相应的念头还未落下，沙伦耳畔已回荡起剧烈的响声，远处的那个码头似乎有恐怖的龙卷风登陆。
他握着铁质卷烟盒的左手，指甲忽然伸长变尖，戳在了灵性之墙上，以源于怨魂的充满灵性的攻击，将这无形的隔离彻底破坏。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四散而去，沙伦忽然觉得自己的灵体得到了莫名的加强，而这源于铁质卷烟盒内装着的那件物品。他没受好奇心的影响，早已习惯于克制这些情绪，继续往着那座灯塔高速靠近。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没有规则的行动轨迹，时而折向左前，时而飘向右上，时而借助镜面闪现跳跃至另外一条线路，然后接着往目标靠拢。这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在躲避无形而可怕的敌人，但沙伦很清楚，并没有任何事物在追赶自己，也未有源于远处的攻击锁定这边。他觉得自己只是在演一场似乎有对手的独角戏。不过他没有去质疑，没有浪费时间观察和等待，假装周围的空气是沉默者麦哈姆斯，是鲁恩军方的半神，竭力于他们之间闪转腾挪。就这样飞行了好一阵，沙伦始终望着半空的蔚蓝眼眸里映出了一道赤色的流光。他飞至高处，猛地炸开，化成了一朵红橙黄交错的美丽烟花。沙伦当即收回视线，一边利用怨魂的指甲喷薄灵性，重塑隔离之墙，一边向着马里奇那条线路跳跃而去。那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块摔碎的镜子，沙伦戴小巧软帽、穿黑色长裙的身影不断闪现于上面，很快就凸显于马里奇褐色的眼眸中。他随即轻巧迈出，手里拿着的铁质卷烟盒已重新覆盖上灵性之墙。马里奇和沙伦没有对话，也没有眼神的交流，就仿佛正被透明的看不见的怪物追逐，不敢有丝毫停留。坦白的讲，他们对各自做的事情会有什么作用，都大致明白。毕竟夏洛克·莫里亚蒂曾经表演过用铜哨吸引活尸和幽影的事情，而沙伦的镜面闪现，两人也非常熟悉。但是整体会怎么发展，那位秘密众多的大侦探要如何在几位半神的注视下盗取走图坦西斯20木乃伊，他们完全想象不出。这又不是说木乃伊自己想跑就肯定能跑掉，那些半神必然会阻止，会追赶。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见前方有一道身影瞬间勾勒了出来。他身穿黑色正装，头戴半高礼帽，脸上覆盖灰铁面具，手里拿着一团暗红色的泥土和一本深棕色封皮的书册，正是夏洛克·莫里亚蒂。马里奇当即放缓了脚步，一边任由对方将泥土涂抹至书籍表层并收入衣物内侧，然后抓向自己的肩膀，一边环视起四周。可是他没有发现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的存在，最终还是失败了吗？早有心理准备的他一阵叹息，看着自己、沙伦和夏洛克·莫里亚蒂同时淡化透明，消失于原地。几位半神战斗的那片区域，当戴灰铁面具的男子于行礼过程中传送离开时，金色眼眸的那位鲁恩军方半神莫名有了不好的灵性预感，只觉事情拐向了不可预知的坏结局。要阻止他，虽然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但一定要阻止。类似的念头瞬间涌现，这位金眼半神立刻就要激发手上戴着的指环，以旅行对抗旅行，以传送追逐传送。可是这短暂的空隙里，他发现自己无法锁定那位神秘来客的气息，换句话说就是对方要么做了半神层次的干扰，要么一下传送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无论哪种可能，都意味着追逐的行动很容易遭遇失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他离开，就等于将晚礼服女士独自留给沉默者麦哈姆斯和另一位玫瑰学派半神，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毕竟当前区域的神秘还没有下降到会被现实枪炮完全压制的程度。再说，任何损失都未出现，木乃伊也还在，那位只是拿走了一点富含灵性的泥土。金眼半神的目光扫过了茫然立于原地的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将注意力重新放回了麦哈姆斯身上。突然之间，他们4位半神的灵感里面，那缠满黄褐色绷带竟有暗红液体的木乃伊消失了，不见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木乃伊就那样毫无征兆的消失了，不见了。有那么1秒钟，沉默者麦哈姆斯等半神就仿佛看了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或是蕴藏着诡计的戏剧演出。但可悲的是，身为半神的他们竟没能发现魔术的窍门或戏剧的诡计究竟是什么。刹那之后，已然失去目标的麦哈姆斯和另外那位玫瑰学派半神毫不犹豫就淡化了身躯，试图进入灵界强行逃离。金眼半神和晚礼服女士则应激阻止起他们。连做2次传送后，
克莱恩带着沙伦小姐或马里奇回到了他们提前于贝克兰德东区租下的2居室房间内。我会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沙伦刚一站稳，就开口说道，同时将那个铁质卷烟盒还给了夏洛克·莫里亚蒂。他们事前就已说好，不管最终是否有达成目的，沙伦都会给出临界掠夺者的资料。若是真的成功，则会再补3500枚鲁恩金币或是5000金镑。克莱恩接过那外表有些许腐蚀痕迹的铁质卷烟盒，随手掂了一下，感受到了里面阿兹克铜哨的轻微跳动。他随即收起这物品，对沙伦小姐或马里奇笑道：“2位，麻烦去外面那个房间等待，再给我5分钟的时间。”他的语气很笃定，似乎在说自己已经成功了。5分钟能做什么？他不可能再传送过去，带回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这比刚才更加危险，更加困难。马里奇心中满是疑惑，脚步的移动显得非常缓慢，而沙伦已是半飘半走的来到分隔内外间的木门前，穿透了出去。马里奇忙收敛住想法，紧随其后开门而出。克莱恩始终微笑看着他们，然后一个旅行到了东区另一个方向的廉价旅馆里。他下午时分有伪装身份和样子在这里租下一个房间。紧接着他拿出了藏于怀中的那本涂抹有暗红污泥的深棕色封皮书籍，这是格罗塞尔游记。只要将还未干涸的还有灵性残留的血液抹在它的封皮表面，他就能将对应的目标强行拉入书中世界。而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黄金棺柩内那些液体就包含有血液，也就是说，此时此刻那木乃伊已经在克莱恩手上。在格罗塞尔游记里，听完马里奇对法老木乃伊制作的说明后，克莱恩其实就已经有了大致的计划，那就是以阿兹克铜哨对死尸的吸引力为灵体之线，操纵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用这个密偶引导在场的半神们离开棺柩附近，为了自己传送过去驱走液体创造条件。他从未想过能直接带走那木乃伊，或是让对方成功逃出码头，这是不现实的，这需要直面半神的攻击，而他和沙伦、马里奇绑在一起都无法应对。即使花大价钱召唤信使小姐雷尼特提尼科尔，也未必可以。所以阿兹克铜哨和木乃伊的诈尸明明看起来是目的和方案，实际却只是操控与引导的手法，这能让其余演员忽略掉黄金棺柩附近的情况。这是半神也无法抗拒的阳谋，因为他们保护的是木乃伊，而非黄金棺柩，针对的是玫瑰学派的麦哈姆斯等高序列强者，而非2-3个在很远地方游荡不知想做什么的家伙。克莱恩这个计划并非环环相扣，精巧到让人赞叹的那种，不会出现一点意外就无法进行下去。他需要控制的问题很少很少，只要龙卷风能成功打翻棺柩，只能沙伦小姐按照吩咐保持住无规则的运动轨迹，只要军方的人手不富裕到能轻松解决麦哈姆斯等玫瑰学派半神，那他就只用等待一个机会的出现。在半神们离开黄金棺柩附近后，木乃伊尚未被恶灵附身时，传送过去，取走浸泡有液体的某样事物，接着立刻远遁。这无需他操心半神战的具体变化，不在意哪边占上方，哪边会受伤，也无所谓图坦西斯2世木乃伊究竟得跑出多少米才算胜利，只要对方能顺利起步，比较难抓，就没有任何问题。至于最后，他弯腰行礼，一方面是拾取泥土顺便，相当于谢幕，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按住胸口的格罗塞尔游记，一旦出现意外，能立刻将它抽出，作为盾牌。正因为如此，克莱恩刚传送逃离，就顺势将那团浸泡有血液的泥土抹到了书籍表面。整体进展符合预期，导演算是成功了。克莱恩一阵感慨，只觉体内的魔药已在加速消化。他没耽搁时间，迅速布置仪式，将格罗塞尔游记献祭到了灰雾之上，然后以灵体的形态带着蠕动的饥饿、阿兹克铜哨、安魂师非凡特性、沙伦给的防诅咒黄金珠，进入了书中世界。